好，宠粉的一太又来了。虽然双11大战落下了帷幕，但肖战热从不会缺席，虽迟但到。此前就有黄牛爆出节目彩排视频，并谣言称天猫肖战彩排中，因为拍摄的距离到舞台还有一定距离，手机画面十分模糊，根本无法辨认是否是肖战本人。但这话题一旦牵扯上肖战2个字，必是一阵躁动。当然啦，这躁动不止饭圈的狂欢，还有抵制方的瞬间出动。在双11晚会的实时热搜中，关于我是普通人，我讨厌肖战，有肖战就不买，抵制肖战的词条也是层出不穷。果然歌不在江湖，江湖却依然有他的传说。不过这传说肯定不是肖战和他的团队想要的。有一说一，双11开始之前，以太确实看到网上有很多爆料，他会作为压轴登台唱歌，并且一张晚会的流程表被大肆传播。除了明确身份的嘉宾，某栏节目的嘉宾安排是待定歌手，且彩排流程表与节目演出表对比，待定歌手部分被删减，而肖战最终也确实没有出现。于是网上又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说实话，这种轻飘飘的谣言，以太本不愿意去触碰，无奈太搞笑了，我们一起来开心一下。现在大致有3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肖战压根儿就没有去，由于各种因素再三权衡之后就婉拒了平台，因为出演消息被曝光之后增加了许多不稳定因素。第二种说法是平台客服，有自称是赞助商总部的员工表示，当天公司电话和上海消协电话被打爆了，黑子威胁道请肖战就举报消防。为此公司还专门成立了应对小组，直到赞助商表态肖战是平台邀请的，与他们无关。平台客服在晚上节目表出来后明确回复网友没有肖战，这事情就告一段落，抵制方宣告他们的胜利。肖战疑似临时被撤坐冷板凳。第3种说法是抵制方自导自演，根据红头文件来看，肖战确实被邀请了，但肖战方考虑后婉拒了，抵制方借机大闹一场，制造出肖战被他们的抵制给牵制住的现象，证明他们的威胁是有用的，然后组织鼓励大家继续加油，疯狂狙击。最后肖战没出现，他们就宣布胜利后又奔走相告。没办法，逮着机会就黑，没有也要制造出来，是他们的一贯作风。至于故黑的目的，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退出抵制了，甚至看清真相后反过来抨击他们。以太觉得这里是要破除一些洗脑包。关于以上3个说法都存在一点，首先肖战当天的行程并未公开，有没有去上海非常重要，但是根据现有消息来看，并没有人在现场见到他。黑子为了制造他去的假象，用一张模糊到不行的照片，凭身形就认定是肖战。搞笑的是，华晨宇的粉丝没一会儿来认领这段视频，称视频中是自家正主，并非肖战，连人脸都没看清就准备好进入战斗状态，真是闹了一个大笑话。无奈抵制方还不认，一直表示他会空降，并自称只有80多个人打电话是不够的，让更多的人去反复打爆为止。直到当天晚上8点左右才透露出所谓的好消息，他们成功阻击下来了。但根据时间线以及执黑方的操作来看，漏洞百出。真相是官方节目单当天下午就公开了，并未见肖战，说明肖战方已经早就决定不会上台了，而非被他们狙击掉的。这里必须要提的是，既然肖战受到邀请，那么说明2个问题。虽然他是一个有争议的艺人，但他的风评没问题。另一个则是主办方邀请他，必然能预见接下来会发生一系列的问题，且正规备案过的活动得到了批准，更加不可能说因为抵制方不满说撤就撤。其次，抵制方给肖战立了个瘟神的人设，为了打压肖战，但凡与他沾上关系的一切都会成为他们攻击威胁的对象。针对这次晚会，他们也做了2手准备，不管肖战有没有登台演出，他们都准备大肆闹一番，让所有商家都知道远离肖战保平安。但其实这种流氓行为对于大企业来讲都起不到作用，例如这次的主办方天猫以及赞助商红星美凯龙，恐怕黑粉也万万没想到吧，因肖战双11舞台被狙而嘚瑟，殊不知自己打了脸还为人家抬了咖位，何必呢？我个人认为，一个商演并不能决定什么，流量当前的时代，话题和讨论度成为了决定一个艺人咖位的标尺。不管你的实力是否与你的名气匹配，只要你身上有争议，亦或是只要你能够讨好粉丝，让他们为了你负重前行，那么你就能在流量时代占据一席之地。可依靠这种虚无缥缈的数据，一定程度上都会遭到反噬，
流量渐渐成为一个委婉表述这个人一无是处的贬义词，鲜肉横生，流量遍地。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顶流偶像的际遇就如肖战这般曲折又离奇。即便此前被全网黑的蔡徐坤，也没有如今肖战冰火两重天的极端事态。从227事件到现在8个月有余，这8个月，肖战这个名字一旦出现，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肖战作为一位艺人，当然有他的可取之处。在燃烧吧少年时期，作为参赛选手中年龄较大的，他时刻温柔耐心地对待其他人，面对导师也始终保持温和谦逊的态度。再后来，他先后后出演了大量的影视作品，虽然有些在现在看起来剧情很雷，但对于磨练他的演技来说，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至于到《陈情令》时期，肖战为无线出演的活灵活现，即便他可能与书粉心中的幻想有一定距离，但他的演出依旧饱受专业人士及观众的好评。相较于相同定位的其他小生来说，肖战的演技还是可圈可点的，也因此圈了一大批粉丝。但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肖战被拘，无论是本人、他的经纪团队还是他的粉丝，都要为这样的局面负起责任。首先，作为粉丝群体来说，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毕竟众所周知，粉丝行为偶像买单，而小飞侠们在这方面却做得不太恰当。此前《演员请就位》中，陈宥维在表演后，主持人提议与演对手戏的女演员拥抱一下，却被粉丝勒令不要。而东升导演对这个场景瞠目结舌。其实这并不是特例，和肖战合作过的许多女艺人都曾遭遇过肖战不理智粉丝的恶言评论。但好在大家已经悬崖勒马，现在各大网站平台的评论区都能看到小飞侠们已经不与任何抵制方去争论什么，只是一致的去表达自己的支持。这已经很明显能看出来谁在搞怪了。尽管抵制方可能不想承认和面对这个事实，但是不得不否认的是，如今的抵制真的对肖战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更加无法阻止肖战快速的事业上升期。所以多做这些无用功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试问有几个路人会有事没事的天天叫嚣去抵制明星？毕竟路人天天忙工作，家庭还忙不过来，偶尔看看新闻而已。真正花时间精力去这么干的都是专业人员，凭这个赚钱的。话说回来，黑子也是流量。对于演员来说，拍戏才是主要业务，有作品再黑其实也没用，毕竟人家啥也没干，该出面该发声的后来人家都做了。故事的走向至今以太也不敢说能参透，但无论结局如何，它都是内娱粉丝经济和流量进程中的一个巨大转折。谜底到底什么时候能揭晓，我们仍拭目以待。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点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